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于3月29日至4月1日结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安瓦尔2022年11月出任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后首次访问中国，也是后疫情时代首位访华的马来西亚总理。一直以来，中国和马来西亚就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以及频繁的贸易往来，双方互为重要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马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明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中马关系面临着新发展机遇。值此之际，安瓦尔来华访问又将如何推动中马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搁置5年的新隆高铁是否将要重启？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小编先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资讯。3月26日，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在参加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直播节目时表示，他本周即将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访问中国，并同中方讨论加强现有合作以及开发新项目。这是安瓦尔去年11月就任马来西亚总理后首次访华。他在就任之初就已明确表示，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是马来西亚的优先事项，不会让两国关系只维持现状。其访华行程将于3月29日开始，共计4天。其中，他先前往海南博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再前往北京继续访问行程。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陆兆福在节目中表示，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国的铁路合作项目颇多，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实力非常强大。此访或将探讨马中两国企业合作发展新隆高铁项目的可能性。陆兆福透露，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东海岸铁路计划，中国公司是整个项目的承包商，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实力非常强大。他补充说，我们也知道一些中国企业对新隆高铁项目感兴趣，所以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会讨论到的项目。陆兆福还表示，由于此次访问的国家是中国，因此陪同安瓦尔出访的内阁部长主要以华裔部长为主。安瓦尔还因经费原因对出访人数有所限制，所以他能够随行前往中国是一种荣幸。值得注意的是，安瓦尔也是继李显龙之后，近期又一位将到访中国的东盟国家领导人。此前，新加坡总理公署3月26日发布公告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于3月27日至4月1日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期间将到访广东广州、海南博鳌以及北京。新隆高铁又称龙新高铁、新马高铁、马新高铁，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联合8家企业竞标，是中国泛亚铁路概念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新隆高铁是泛亚铁路最南端的一段，与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其他线路相连，可使云南昆明成为东南亚入口，最终构成一个覆盖亚洲各地区的跨境铁路网络，有助于实现亚洲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然而，这一项目先后经历3届马来西亚政府，由于经济原因等因素，最终也未能付诸实施，可谓命途多舛。2010年，马来西亚的总理启动经济转型执行方案后，马来西亚政府打算修建一条高铁，连接吉隆坡和新加坡，计划全长约350公里，预计耗资680亿美元，原定于2026年完工。根据协议，项目建成后，两地之间的车程将缩短至90分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领导人在2013年1月举行会晤期间，同意修建这条高速铁路线，并于2016年签署双边协议，推动高铁项目。2018年提出该项目计划的纳吉布在大选中落败后，继任的马哈蒂尔政府并不认可这一项目。马哈蒂尔称，新隆高铁对马来西亚没有好处，马来西亚1分钱都赚不到，转而寻求推迟项目建设。2020年11月，马来西亚作出积极表态，称马方已对项目提出修改意见，正在与新加坡方面进行讨论，但双方最终仍未能在12月31日的期限前达成一致。2021年1月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正式宣布新隆高铁协议失败，项目继而终止。
但此次马来西亚转向中国求助，正如马国交通部长陆兆福所说，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实力强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印尼成功修建了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马来西亚希望在新隆高铁上，中国也能同样点石成金。如果真的能够成功，北起昆明南至新加坡的泛亚铁路构想会朝着梦想成真迈出重要一步。而此时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中国进行访问，马来西亚总理挑着这个时间点来，无非是想让中国当一个撮合者，能同时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加以信任。当然了，他们更想依靠中国这个大市场，希望能加强双边的贸易，而新隆高铁无非是他们和中国进行贸易加深的一个切入点。至于中国会给到他们什么优惠政策，这是他们此次访华所需要得到的东西。正如自古以来的一句话，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在积极的谋求发展，团结伙伴，而美国在干什么？拜登政府在忙着给国内的民众开空头支票，忙着给俄乌冲突增添战争燃料，忙着指着民用气球和 TikTok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小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看到当前国际社会的民心向背，也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越来越复杂，关键是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对于全球社会两个关键国家而言，只有双方的关系良性了，双方才能够有共赢的经贸关系。明白这个道理的国家很多，比如沙特政府已经用脚投票下注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让沙特拥有理想的未来。当地时间3月10日，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著名的沙特阿美公司表示，企业高层已经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将参与开发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型炼油化工一体化装置。在沙特方面的技术合作支持下，辽宁盘锦的原油加工厂的日加工能力将会出现跃升。沙特方面会专门为了该加工厂提供最多每天21万桶的原油。当前，沙特阿美已经全面重启了在中国炼厂投资的计划。沙特阿美已经与中国石化签署谅解备忘录，不仅是辽宁的中国企业，福建的中国企业也会从上述合作之中获得收益。沙特阿美此轮向中国的投资额度的单位将会是100亿美元级别。沙特为什么选择中国而不是美国？原因很多，但是小编认为核心原因是沙特已经彻底明白了，跟着美国没有未来。沙特希望在海湾地区不再是全球主要产油区之后，仍然能够实现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地位的提升。这一切需要2个前提条件：中东地区需要保持和平稳定，以及一个在产业经济发展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中东地区保持和平稳定，恐怕是大多数美国总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希望的是控制中东产油区的同时，拉拢亲美国家，打倒那些拒绝站队美国的国家。还有让中东地区悲剧不断的巴以问题。只要美国的霸权存在一天，中东地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解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然而中国希望中东地区和平，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沙特和伊朗之间实现政治和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靠着金融霸权一轮又一轮地收割着世界的财富，而沙特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资产一直处于被收割的状态。从长远战略上看，沙特政府已经深深地知道，单纯的靠石油经济，或许沙特还能够富庶50年，但绝对不可能富庶到22世纪。在失去石油之后，沙特还能拥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是当前沙特政府所关注的焦点。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希望中国能够在沙特的国家转型问题上提供支持。沙特选择疏远美国只是第一步，沙特清楚地知道这一步迟早都要走，未来不打算靠着石油立国的沙特已经看得很清楚。与其等到自己没有了石油再被美国所抛弃，不如事情做在前面，先跟日渐虚弱的美国说再见，自己走上一条转型之路。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新隆高铁这次能成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